說起 OpenAI， 你可能第一反應是 ChatGPT， 對吧？但你知道嗎？這家公司的故事比任何科幻電影都精彩。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從拯救人類到賺瘋了錢的大轉身。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那年12月，一群硅谷大佬坐在一起，心裡慌的一批。為啥？因為 Google 剛收購了 DeepMind， 這意味着 AI 這個能改變世界的技術可能要被一家商業公司壟斷了。你想啊，如果 Google 掌握了比人類還聰明的 AI， 那不就相當於一家私企控制了核武器？於是 Sam Altman、Elon Musk 這幫人就坐不住了，他們決定搞一個非盈利組織，名字就叫 OpenAI， 意思就是開放的 AI。聽起來特別高尚，對不对？他們的口號是要讓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而不是給某個公司賺錢。這幫人還真不是說說而已，直接砸了10億美元進去。OpenAI 剛成立的時候，那叫一個有理想有情懷。他們招人的时候不給股權，工資也比 Google 低。但神奇的是，一堆頂尖科學家還是願意來。有個 Google 的工程師直接辭職跑過來，還有個叫 Walsh Zaremba 的聯合創始人拒絕了市場價2-3倍的 offer。為啥？就是被這個造福人類的使命感動了。前幾年 OpenAI 確實在幹實事。2016年發布了 OpenAI Gym， 一個訓練 AI 的工具包。2018年，他們還搞出了能打 Dota 2遊戲的 AI。為了訓練這個 AI， 他們租了 Google 的128000個 CPU 和256個 GPU， 連續跑了好幾周。這得燒多少錢啊？但他們不在乎，因為是在為人類做貢獻嘛。但就在2018年，劇情開始轉折了。首先是 Elon Musk 退出了，官方說法是避免利益衝突，因為特斯拉也在搞自动駕駛 AI。但後來 Sam Altman 透露，其實是 Musk 想完全控制 OpenAI， 董事會不同意，他就走了。而且走了以後 ，Musk 也沒再捐過1分錢。更關鍵的問題是 ，OpenAI 發現訓練 AI 太他媽燒錢了。2017年，他們光雲計算就花了790萬美元，而那只佔總開支的1/4。這種燒錢速度，非盈利組織根本扛不住。於是2019年 OpenAI 來了個神操作，他們創建了一個有限盈利子公司，叫 OpenAI LP。什麼叫有限盈利？就是投資人可以賺錢，但利潤有上限，最多是投資額的100倍。這個結構聽起來挺聰明，既能吸引投資，又保持了一點理想主義。這個轉型立刻引來了微軟。2019年微軟投了10億美元，到2023年又追加到130億美元。微軟不傻，他們拿到了什麼？據說是 OpenAI 利潤的 75%， 直到收回投資，還有公司 49% 的股份。這哪裡還是非盈利組織？這就是微軟的打工仔啊。2020年 OpenAI 發布了 GPT-3， 有1750億個參數，能寫文章、寫代碼、做翻譯。但真正讓他們爆火的是2022年11月的 ChatGPT。這玩意兒太瘋狂了，2個月就突破1億用戶，比 TikTok 和 Instagram 都快。突然之間，全世界都在談論 AI，OpenAI 成了這波 AI 熱潮的引領者。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公司內部開始分裂成2派，一派是 Sam Altman 代表的快速商業化派，想趁熱打鐵佔領市場；另一派是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 代表的 AI 安全派，擔心發展太快會失控。這個矛盾最終在2023年11月爆發了。2023年11月17日，董事會突然宣布開除 CEO Sam Altman， 理由是他溝通不夠坦誠。具體啥事呢？後來才知道，董事會發現 Sam Altman 有很多貓膩，比如他沒告訴董事會就發布了 ChatGPT， 董事會是在 Twitter 上才知道的。他還有一個 OpenAI 創業基金，董事會發現這個基金居然是 Altman 自己擁有的。更離譜的是，他在安全問題上也提供了不準確的信息。這事鬧大了 ，Sam Altman 被開除後，微軟慌了，公司700多員工簽了聯名信要罷工，就連當初投票開除他的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 都後悔了。5天後 ，Sam Altman 又回來了，董事會換了一批新人，全是他的支持者。這場政變徹底失敗了。故事還沒完 ，Elon Musk 眼看 OpenAI 發了大財，自己當年的投資全打了水漂，氣不過。2024年2月，他把 OpenAI 告上了法庭，
說他們背叛了造福人類的初心，跟微軟搞在一起，純粹是為了賺錢。OpenAI 怎麼反擊的？他們公開了 Musk 當年的郵件，證明 Musk 自己也想讓 OpenAI 變成盈利公司，而且他還想完全控制公司。Musk 後來撤訴了，但幾個月後又重新起訴，這次還把微軟也告了，說他們壟斷市場。現在的 OpenAI 已經完全不是當初那個理想主義的非盈利組織了。2024年10月，他們宣布要徹底轉型成盈利性公司。具體怎麼操作？非盈利部分會拿到 26% 的股權，微軟拿 27%， 剩下的歸員工和投資人。這個操作如果成功， OpenAI 的估值會達到5000億美元。但問題是，他們當初拿的可都是免稅的慈善捐款啊！如果現在轉成盈利公司，政府可能要追繳幾百億美元的稅。更諷刺的是，當初一起創建 OpenAI 的那些科學家，很多因為擔心公司太激進，已經離開去創建了競爭對手。比如 Anthropic 公司就是 OpenAI 前員工創建的，他們的口號是更安全的 AI。現在 Anthropic 估值接近3000億美元，成了 OpenAI 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從技術角度看， OpenAI 確實改變了世界。GPT-3 到 GPT-4 到現在的 GPT-5， 每次迭代都是巨大的飛躍。ChatGPT 讓 AI 從實驗室走進了千家萬戶。但這背後的代價是什麼？是放棄了初心，是把造福人類變成了造福股東。最新的 AI 安全報告給這些科技巨頭都打了分，結果怎麼樣？ Anthropic 得了 C+， OpenAI 得了 C， Google DeepMind 得了 C-， 沒有一家及格。最要命的是，在防止 AI 失控毀滅人類這一項上，所有公司都是 D 或者更低。專家的評價很直白，這些公司都在說要造出比人類聰明的機器，但沒有一家有計劃控制它。所以 OpenAI 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當初說要拯救人類免受邪惡 AI 威脅的那幫人，現在自己變成了那個可能帶來威脅的人。他們不是壞人，但資本、競爭、野心這些東西會一步步把你推向你最初反對的那個方向。最有意思的是，現在 OpenAI、Google、Anthropic 這些公司都在拼命往前跑，生怕被對手超過。但沒人踩剎車，沒人停下來想想，我們到底在往哪跑？是在跑向更美好的未來，還是在衝向懸崖？這就是 OpenAI 的故事，從2015年的救世主到2025年的商業巨獸，10年時間，初心不在，但技術確實變得更強大了。至於這是好事還是壞事，誰知道呢？也許等 AI 真的比我們聰明的那天，我們才會知道答案。